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句话里面说一说中国驻美国大使的职位空缺，为两国关系暗淡的前景提供了最新的迹象。也许很多网友没有注意到，中国驻美大使的职务呢已经空缺3个多月了。去年12月前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被召回国，随后呢又被任命为外交部的部长。目前中国驻美使馆的工作由临时代办徐学渊主持。这是自1979年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，中国驻美大使职位空缺时间最长的一次。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是在1995年的6月，当时由于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窜访美国，中国召回了驻美大使李道玉2个月。外媒普遍猜测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可能会出任驻美大使。谢锋呢，长期负责美国事务，有丰富的对美外交经验，但是迟迟没有被任命。外媒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中美两国关系的糟糕状态。布朗大学的访问学者、尼克松访华时候的翻译查尔斯·弗里曼，他认为中国政府可能正在对如何与美国接触进行反思，并且可能质疑大力投资于对美外交关系是否值得。这种说法的依据是，秦刚在担任驻美大使17个月的时间里面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接受美国政府高层的机会。外媒认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实际上在限制高层人物与秦刚接触，因此秦刚大使只好走基层路线，大部分时间在与美国的地方官员和工商业界接触。在秦刚出任我国外交部长以后外媒说，华盛顿的许多人感到惊讶，一些人对错过这个机会感到后悔。但是后悔有什么用呢？按照弗里曼的说法，中国政府现在怀疑派谢锋出任驻美大使以后，会不会也受到与秦刚一样的待遇？这样的大使职位几乎没有意义。不巧的是，美国现任驻华大使尼古拉斯·伯恩斯是一个顽固的反华分子。他在上任以后屡次发表反华言论，甚至在美国驻华商会举办的活动上也大放厥词。所以中国政府也没给他好脸色看。伯恩斯在去年10月份接受美国外交事务采访的时候，抱怨中国政府给他吃闭门羹，他接触不到中国的政府高层，这是当然的。我们的高级官员有必要去接触他吗？美国一些政客抱怨中国在最近几个月里面不接美国的电话，切断了包括国防部在内的所有交流的通道。其实这话不准确，中美基层在技术层面的交流一直没有停过，只不过美国最近一段时间的反华行动集中爆发，已经破坏了正常外交活动的氛围。从去年起，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系列反华的议案，在共和党掌握了众议院之后，更是变本加厉。美国政府也不断的出台对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，前一阵儿有疯狂的炒作中国气球事件，现在又安排台独的涂抹过境美国。在没有显示出任何对华善意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怎么与你们交流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只是单方面的索取好处，不想做任何的让利，使用的手段是大棒加大棒，一点胡萝卜都不想给。可惜时代已经变了，在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、科技和军事实力面前，美国的大棒已经变软，无法对我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我们根本不在乎。美国现在掌握实权的政客当中有理性不偏执，愿意和中国平等交流的人几乎找不见。我们能和谁来谈呢？在美国的政客圈子里面，不分党派，反华已经成了他们的共识，甚至许多政客在比着反华来为自己捞起政治资本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任何试图与中国平等对话的政客都会被贴上软弱、卖国、通共的标签，会被逼着向反华的方向转变。本来就反华的政客会变得更加的极端，连全面继承了特朗普的对华制裁政策，并且变本加厉的拜登政府，都被众议长麦卡锡等人骂作是对中国太软弱。美国马上就要开始2024年的总统大选了，毫无疑问，美国政坛会掀起新一轮的反华浪潮。中国外交部已经屡次表示，如果美国想要改善中美关系，就要拿出一些实质性的行动来表示诚意。你不能一边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制裁，不停地加强技术的禁运措施，不断地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的主权，一边又直接找上门来要好处。中美关系如此糟糕，责任完全在美国一方。
其根源是美国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，无法容忍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。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的30多年的时间里面，已经习惯了享受这种一超独强的霸主地位所带来的各种好处。道不同，不相与谋。既然与美国当不成朋友，热脸去蹭冷屁股也没什么意思。世界很大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。